点上印上我念赢了，同学们了，你们应该奖赏了获得。到了5月16号，我和刘司令、曹思源，刘司令是我师弟，曹思源是我师兄。我们3个人约好了去统战部，他们想写一份建议书，大意是：鉴于当前的事态紧急，政治局集体讨论延误时机，建议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学潮问题。听了这话，我以为老曹发神经了，这简直是小民直接干政，你算老几啊，也配过问政治局的事儿？可我不想扫他们的兴，就淡淡的说了一句：这件事儿我看没什么意义，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，你说呢？刘司令说：不妨试试。那就试试吧，总不至于为这个判几年徒刑。我们3个人到了统战部，陶司亮见到我就说：你来的正好，正在到处找你。他说他让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，家里人说我已经去公司上班了，再打到公司又说我出去了，去向不明，他正着急呢。他说让我再辛苦一趟，去广场把学生代表找来开个会。他说上边很着急。我问会议的内容，他说了解一下情况。我有点火，就说情况不是明摆着吗？有什么可了解的？不正式对话，谈来谈去有什么用？现在的问题是赶快催促中央下决心答复学生们的要求，一味拖延只会弄得更没法收拾。他说：哎呀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快去快去。我只好快去快去。天安门广场上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，我坐上统战部派的小巴，开到人大会堂北边长安街上，那有12个绝食绝水的，据说是中戏的学生，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。开到那附近，无论如何也挤不动了，想找个停车的适当地方都不可能。我只好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原地，千万别动。下了车以后就拼命往广场里边挤。进了纠察线，找到梁二，他居然也是那句话：周老师您来的正好，我们刚刚还给您打过电话。我问什么事儿，他说想跟统战部联系，商量个解决办法。我让他把在场的绝食团高自联的头都找来，一共7、8个人。然后我们挤出人群，好不容易找到停的那辆车，开回统战部。我问梁二对话团在哪？他说对话团正在中南海的西北门静坐示威呢。我把他们领进统战部，这回统战部可不像上次那么客气了，让他们在传达室的冷板凳上等着。然后我告诉工作人员赶快备车去中南海西北门接对话团。这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了，陆续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，我记得有陈兆刚、邓正来、郑地、张立凡、林毅夫、黄方毅、陈小平等等。对话团久等不来，我正想要找辆车去看看，有人告知我说他们正在往这边走呢。我觉得奇怪，不是派车去接了吗？我走到大门口，远远看见一面大旗，做前导，一支20多人的队伍已经快要到了，为首的正是对话团的头向小吉。我上前去问他为什么不坐车，他表情严肃，说那么多同学都快饿死了，走几步路算什么？严明夫当时正陪同赵子阳会见戈尔巴乔夫呢，直到下午将近2点钟才到统战部。这次他拒绝和学生代表见面，他对学生不履行诺言很生气。他说事情正在走向反面，
学生们已经被坏人利用了。他说，就在中央领导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，一大批学生冲击人大会堂北门，把大门玻璃都挤破了，闹得里边连说话声音都听不清，国际影响坏极了。我们说这不可能，学生一直在各处拼命维持秩序，尽全力防止群众冲击要害部门。严明富说，工作人员明明看见为首闹事的人带着校徽，我们都不以为然，校徽又不是胎记，谁不能带？显然，中央内部的强硬派的意见正在越来越占上风。严明富让我们作为中间人，在他和学生代表之间传话。就这样，学生代表在一边，集中在第6会议室；严明富在另一边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像电话线一样，在中间传话，闹哄哄的谈了2个小时左右，毫无结果。严明富坚持学生必须立即撤离，其他随后再谈。他说，中央决策也要有个过程，不可能今天提要求，明天就答复。学生代表则说，不答应条件，他们没法说服同学撤退。严明富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知道就算是这些代表同意撤，也全然没用。学生群龙无首，山头林立，而且根本就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。按照沃尔开西的话说，只要广场上有1%的学生不同意撤，那么99%的人也撤不成。这就是说，他沃尔开西也不过是一条大尾巴而已，那就是跟在多数学生背后的一条大尾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领袖可言。有一些刻薄一些的人干脆就说，学生根本就是乌合之众。下午大约4点钟，我们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聚在小会议室里，商议能不能找到别的办法。我和一些人坚决主张严明富亲自去广场见学生，做动员和劝说工作。其他人反对，认为太危险，而且也不会起作用，因为他不是决策人，说话不顶用。我当时很冲动，说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？如果领导人个个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，共产党还有什么希望？第二，有用没用，谁也没法事先预料。我举了刘晓波5月13号晚上做劝说工作的例子。我说你不去做，怎么就能100%断定做不成？第三，就算没有用，作为一种姿态，一种表明立场和个人风格的行动，严部长也应当这么做。这对他个人当然是有很大政治风险，但是这会让他青史留名，绝无疑问。持反对意见的人听我这么一说，就没再说话。陶思亮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严明富，我没有当面力劝，他先是有些犹豫，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是觉得没有用处。同时我觉得他大概是怕让那些保守派抓住把柄。我们一帮人再三鼓吹，他表示可以试试看，于是让工作人员请示中央。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中央授权，他是不能做的。很快中央的答复来了，说可以。接下来就是怎么进去，怎么安全的回来，一大堆技术细节。当时政府各部门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，根本就组织不起进入广场的保卫力量。我建议说，是不是可以去急救站调2辆救护车，装上高音喇叭，开进广场去？大家认为可行。没有想到，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，1辆急救车也调不动，高音喇叭更别提，根本就找不到。大家都泄气了。我灵机一动，我说可以这么做，
准备两部车，再用4副白布做4面旗子，两面画上红十字，两面写上急救送水，每辆车配2面旗，再准备一点饮料、药品混进去。严部长坐后边一辆，我们在前边开道。他一听大喜过望，立即让人去准备。手忙脚乱一番之后，又打电话通知了中央警卫局，决定从中南海穿过去，出午门和天安门进入广场。又派当时在场的刘苏礼去广场通知王丹组织纠察队。在我出这个计策之前，李铁映到了，表示也要同行。我们担心他言辞强硬，出言不慎，反倒激怒了学生。我质问他说，中央为什么至今不答应学生的要求？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否定426社论。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学生们是爱国行动，那这是后来赵紫阳定的调子，为什么不能另做一个正确的评价？他回答说，这个评价只能由历史来做，历史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，并不是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根本是一派胡言。严明富出发前的送行场面很悲壮，一大群人，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啊、记者呀，还有别的什么人搞不清楚啊，在楼门口热烈鼓掌送别，还有人抹眼泪。严明富就走在我身边，我听见他说：“豁出去了，大不了当一回中国的纳吉。”老实说，我是真没有料到他会讲出这么一番大义凛然的话，心里不由得暗自赞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真是一段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端高涨的日子。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正在上车的时候，疯了一样拼命要往上挤，但是秘书长坚决不准，我只好死死拦住车门，请他下去，一边向他道歉。没想到这家伙钻进他们自己的小轿车，居然硬挤进我们这2辆中巴中间，3辆车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中南海和天安门城楼，过了金水桥，从历史博物馆前边的马路开到生命线附近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记者是新华社的唐师曾，唐老鸭。所谓生命线是留给急救车运送绝食学生的专用车道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叫司机停车下去，对纠察队员说明来意，要求从生命线进入广场指挥部，让严明富就利用他们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。那些负责纠察的混小子们也办疯了，说什么管你是谁，什么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线。正在和他们争执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人群大乱，一股人潮疯狂一般涌向历史博物馆的方向。我一看不好，原来是严明富已经下了车，正往这边走。我撇下那帮纠察队，转身就跑，一边大声埋怨严明富擅自行动。我回想起当时的惊险场面，至今还心有余悸。从此以后，我知道什么叫人民群众，什么叫群众运动，知道了无指挥、无秩序的人群有多么可怕。那天我没有被挤死、踩死，算是运气太好。那些疯狂的场面，我很难一一描述。严明富发表的广播讲话算不上精彩，但是确实很感人。不是靠言辞，是靠他的人格。先是王丹和沃尔开西讲了几句，大意是说，同学们可以赞成，也可以不赞成严明富的意见，但是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，都应该好好听一听，想一想。他们说，因为严明富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产党人。王丹那天嗓音嘶哑，我坐在离他3米开外的地上，
当时大家全都坐在地上，勉强听清了7、8成。沃尔开齐带着个氧气袋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儿。他一到高潮时刻，一定得带上那个氧气袋，据说是急性心肌炎。我现在只要想起当时的场面，眼前就是一片满头大汗、满脸通红的、半疯狂的、无数涌动的人的面孔。严明富说：“我代表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，看见同学们这种样子，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。同学们的精神是好的，愿望是善良的，但是你们没有权利这样摧残自己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，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。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，把身体搞垮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，你们自己也要遭受痛苦。一切问题都可以慢慢商量，不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。事情的解决总要有个过程，不能太性急。你们的要求，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。中央政治局早就做了决议，绝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。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，养好身体，好好读书。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保证，你们可以把严明富带回学校做人质。如果出了问题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等等。他讲话的时候，一群一群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抹眼泪，不断有人高声喊口号，我也听不清喊的是什么。严明富本人也很冲动，声音哽咽，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泪了。我坐在地上，心想，如果是5月13号绝食刚刚开始，热度还没上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中央领导全都出来和学生见面，亲自来劝说，哪有劝不成的？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，怪谁？到底应该怪谁？我正在胡思乱想呢，猛然看见人群乱了起来，几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把严明富围住，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。马小丽告诉我说，那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。马小丽当时也是统战部的一个局长。这帮人急急忙忙地往外挤，我们赶快站起来，拼了老命，紧紧把手挽在一起，围成一圈，把严明富保护在中间。周围的人群哭着喊着严部长，乱成一团糟。严明富终于掉下了眼泪，气愤地说了一句，那些人自己为什么不来绝食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，他大概真的以为学生闹绝食是有坏人在背后鼓动的，其实大谬不然。王丹亲口告诉我，绝食这出戏完全是出于偶然，是他和几个学生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，也不知道是谁先出了这个主意，几个人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，回去一呼百应，就这么干起来。所有这一切上上下下全都这么荒谬滑稽，后人听到这些一定不敢相信，可事实就是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中国就是一个专门上演荒诞派戏剧的大舞台，世界第一。在中国，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们这一群人就这么跌跌撞撞，总算挤出了纠察线，就再也动不了了。离停车的地方还有老远，最后还是中央警卫局的那几个大汉有办法，强行拦住了一辆急救车，不由分说把严明富3把2把从后门塞进去，车门就这么半开着，疯了似的就开走了。我们剩下这些人分别就坐上原来的2辆车，从前门北京音乐厅绕了一个大圈子，
在人群当中挤了将近1个小时，才回到统战部。这一天真是把我给累坏了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我不管3七21，找了个空的会议室，倒头便睡。那边的大会议室里，老曹和一帮人又开始和那些留下没走的学生代表谈啊谈啊谈啊。依我看，谈的全是些废话。老曹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，我可是早就不耐烦了。一觉醒来已经是将近12点钟，我只觉得头昏脑胀，浑身酸痛。我摇摇晃晃走出来，拐进大会议室，看见老曹还在和学生们谈着，边谈边写什么东西。我过去一问，原来是他和刘司令说好了要写的那封意见书，一共大概是4条，第2天拿去在科技日报的头版发表了。签名的一共12个人，我们6个知识分子和王丹一共他们6个学生代表。陶思亮要我们等着先不要走，他说胡启立凌晨可能要去广场，让我们陪同。一直等到半夜将近2点，严明富传话过来说，中央正在开会，请大家回去休息吧。我回到家里已经是3点钟了，据说就在这天深夜的政治局会议上，赵紫阳被解除了职务，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。